既见未来，为何不败？黄眉大王蛊惑孙行者的这句既见未来，为何不败？小生在看完了今年暑期档最真实最扎心的爽片《金腰带》后，突然有了一层新的理解，同时也更加明白了为什么在巴黎奥运会上夺取了200米蝶泳铜牌的张雨霏会失声哽咽。职业竞技体育就是一条漫漫西行路，所有运动员既见的未来都一样，拼了命努力也不一定就能成为冠军。而为何不败的发问翻译过来就是，那你为什么不接受这个命运呢？张雨霏的回答是，死也要死在泳池里，正如金腰带中的小熊，死也要死在拳台上。逆袭的故事总能让人热血沸腾，就像从云南偏远山村走出来，除了赌鬼表哥外一无所有的男孩小熊，他又该靠什么走完逆袭之路？天赋、努力、坚持，我们能想到的貌似都是鸡汤而已，但金腰带的故事是有真实原型的。电影根据中国第一位世界职业拳王的成长经历改编，他人生的含金量全都镌刻在这条金腰带之上。与之相比，本片的演员阵容似乎有些另辟蹊径，除了黄金配角姚鲁外，你可能找不到其他脸熟的人了。这不奇怪，因为2位男主都不是专业演员，而是货真价实的职业综合格斗选手。他们多次斩获全国格斗冠军，并且也为中国赢得过世界冠军金腰带。出演小熊的是王宝强执导话题大作《八角笼》中的原型人物之一，格斗王子斑马夺基。可以说，电影中马虎和苏木的成长历程就是斑马从小到大的人生写照。而小熊的好兄弟加好对手姚默的扮演者张美轩更不得了，他就是在昆仑决中55秒 KO 日本选手的窜山豹，绝对实力就是金腰带精神的最佳注解。有真功夫傍身，镜头前一轮轮的激战都是拳拳到肉的真打，毫不掺假。这为影片金腰带定下了基调，朴实无华，热烈畅快，荷尔蒙爆表。文艺创作语境中，拳击是极富魅力与精神价值的运动，不论出身，不分男女，不界外援，只看实力与决心，只用拳头分高下，永远和奋斗、拼搏等热血澎湃的关键词形影不离。几十年前，美国人以洛奇的拳手生涯来诠释所谓的美国梦，而金腰带在致敬之余，又为拳击这项运动附上了中国式的理解，让一个山村小子成长为世界级拳王的传奇故事拥有了极为难得的特质，还是一个字：真。影片中满是我们熟悉的真的东西，对理想与现实压力的探讨，对父亲说出为你好事的传统家庭关系的反思，乃至对竞技体育荣耀背后残酷与黑暗的展示。你以为你替代得到我？其实你跟我一样，都只是他们任意摆布的工具而已。我们12回就他妈输了，也是10万，都是假的，我打不了。永远无法互相理解的父与子，从帮手到对手的兄弟情，互有所图又必须共同面对，教学相长的师傅和徒弟，种种触手可及的情感纠葛，在故事的层层反转间淋漓尽现。这就是真赛场，真性情，而更真的永远是现实。这就不得不聊聊小生看完本片引发的思考了。最初小熊踏足拳击界，只想老老实实给教练的儿子当陪练，赚钱糊口为先，没有理想，更遑论野心。然而拳击运动的血性与教练的赏识勉励，让他看到平凡人扭转人生轨迹的可能。那么小熊的金腰带是什么换来的？努力、信心还是血汗？答案都正确，不过以小生观点，最关键的或许是命运的逼迫。人人都爱看小人物逆袭，却总是忘记像小熊这样一个大山里的少数民族，家庭条件比普通家庭还要差很多的孩子，其实是被环境与现实逼上人生巅峰的。当下的年轻人们前所未有的清醒，总说不要赞美逆境，何必没苦硬吃。道理没错，但不可否认，总有人天生就是以困难模式来开启这场人生游戏的，总有人付出千百倍汗水换回的成果，不过是顺境中人的举手所得。现实有时让付出与努力都显得如此无奈。然而金腰带与小熊的故事所关注的并非付出与回报的性价比，而是付出可以获得回报的可能性。
什么是最现实的真？答案很简单，残酷是真的，公平也是真的。回到最初的话题，既见未来为何不败？说到底不过是一句惑众的谣言，但想对这句话进行回击，就要拿出地知天命为何不战的态度。拼了不一定能逆袭，不拼就一定翻不了身。或许我们遗憾至今还没有夺得过属于自己的那条金腰带，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出这样的觉悟与选择。或许我们也该庆幸自己没有迈出向死而生的第一步，是因为没有被命运逼到必须要拼必须要打的境地。知道。今天我就要干掉他，干掉你所有的希望，把你的金腰带梦踩在脚底下。